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他来时》剩下第2季故事解说。5年前，特战队长顾衍清执行任务时遭遇重大意外，外界全员认定他因公殉职，尸骨无存。这场突如其来的离别，彻底击碎了盛之下的人生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顾衍清彻底离世后，满身是血的他曾短暂出现在盛之下面前，却又转瞬消失，再度从他的世界里彻底退场，只留给盛之下无尽的思念与5年的漫长煎熬。5年后的盛之下已是业内知名的国际级外科医生，独自带着女儿盛念在医院打拼生活。这天，同事医生笑着向她道贺，告知她腹中胎儿十分健康，随即随口询问她的丈夫是否知晓这份喜讯。听闻此话，盛之下神色骤然落寞，沉默不语，心底藏着无人知晓的酸涩与苦楚。一旁休息的医护人员闲聊起特战队伍的话题，众人纷纷夸赞队内队长实力出众，样貌英俊，还有人小声打趣，心生羡慕。很快有人出言提醒，这位特战队长早已成婚，妻子正是医生盛之下，并且他完成最后一次任务后便会退役归巢。旁人听后纷纷作罢，闲谈之声勾起了盛之下的回忆。5年前，他满心欢喜地拨通顾衍清的电话，亲昵地喊着老公，迫不及待想要告知自己怀孕的喜讯，满心憧憬着一家3口的未来。可命运无常，这场美好的期许终究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碎。如今的盛之下独自抚养着女儿盛念长大，年幼懂事的念念走到母亲身边，软糯地询问盛之下是不是又梦到爸爸了。盛之下温柔抚摸着女儿的额头，轻声叮嘱她要好好养病，快快痊愈，等爸爸回来就能见到一个活泼强壮的小丫头。念念乖乖点头，牢牢记住了母亲的话。念念自幼患有先天性免疫缺陷，常年反复发烧生病，却格外坚强勇敢，骨子里有着和顾衍清一样不服输的韧劲。看着体弱却懂事的女儿，盛之下满心愧疚，始终认为是自己当年早产，才让孩子落下终身病根。同事知晓他的过往，连忙出声安慰，告知他当年早产并非他的过错，是顾家2房暗中下药陷害，才酿成了这场意外。随后，同事带来了一个足以改变母女2人命运的好消息：海外 KA 集团成功研发出针对先天性免疫缺陷的特效药，只是目前尚未进入临床阶段。恰巧 KA 集团总裁今日会到访医院考察，如果盛之下能助力医院拿下合作项目，不仅有机会用特效药彻底治愈念念，自身的职级也能顺势晋升。看到救治女儿的希望，盛之下毫不犹豫答应尝试，立刻追问总裁的行踪，不愿错失这唯一的机会。盛之下怀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等候来人，当看到对方身形轮廓的瞬间，他的心脏骤然骤停。熟悉的身形让他尘封5年的思念瞬间爆发，心底疯狂笃定是顾衍清回来了。可下一秒，男人沉稳恭敬的汇报声将他拉回现实。他对着上级恭敬报告上将，姿态端正，神色冰冷，全然是一副陌生的模样。盛之下瞬间认清现实，明白是自己太过思念，认错了人，满心的期许瞬间落空，只剩无尽的失落与尴尬。他连忙出声致歉。陌生的男人察觉到他的异样，疑惑询问他为何知晓自己的姓氏。盛之下心绪纷乱，只能反复道歉，解释自己只是一时恍惚认错了人。而这名让他倍感熟悉的陌生男人，正是5年前假死蛰伏的顾衍清。当年他抓获的东南州匪首闵无命，在移交外国后买通关系成功逃脱，并且放出狠话，要让顾衍清亲眼目睹挚爱之人尽数离去，以此报复。为彻底铲除这股黑恶势力，组织给了顾衍清2个选择。第一条路是即刻伤退，褪去所有身份，带着家人隐姓埋名，安稳度日。顾衍清当即否决，他深知闵无命报复心极强，隐退根本无法规避危险，他绝不能让盛之下和未出世的孩子陪自己颠沛流离，担惊受怕。第2条路是接受组织的死遁计划，抹去过往所有身份，以全新的面孔潜伏进入被闵无命掌控的 KA 集团，搜集对方罪证，彻底将其连根拔起。顾衍清内心万分挣扎，他最怕盛之下无法接受这场黑暗且未知的蛰伏，怕自己的隐瞒会换来爱人的怨恨，但为了守护家人，根除隐患，他最终下定决心，郑重接下任务。看着身上那枚盛之下亲手为自己求来的护身符，顾衍清满心愧疚与无奈。他方才分明感受到盛之下的异动，却因容貌尽改，身份全新，只能刻意伪装陌生。他清楚，一旦真相提前暴露，不仅任务功亏一篑，还会给盛之下母女带来灭顶之灾。万般无奈下，他只能独自承受所有委屈，默默远离挚爱。5年时光匆匆而过，身边所有人都认定顾衍清早已牺牲离世，唯独盛之下始终不肯相信。他心底一直留存着执念，
笃定自己的爱人尚在人世，5年来从未放弃等待。不久后，盛之夏被科室科长叫到办公室，科长为他介绍了到访的 KA 医药集团总裁顾潇，同时也向顾潇介绍了盛之夏，夸赞他留学归来，专业能力过硬，多次负责全球首发药物临床实验，是医院的核心骨干医生。顾潇率先开口，轻声道出一句又见面了，让盛之夏猛然反应过来，方才自己认错的陌生人正是此次前来考察的 KA 集团总裁。科长见二人相识，当即安排盛之夏全程陪同顾潇，负责科室参观与合作对接工作。盛之夏压下心中的波澜，坦然应下，礼貌引路。参观途中，盛之夏细致介绍医院的硬件设施，正准备详细阐述医院的合作诚意与专业优势，全力争取救治女儿的机会，顾潇却直接打断他的讲解，直言无需多余介绍，直接启动签约流程即可。顾潇的果断让盛之夏满心诧异，一时难以适应这份突如其来的笃定。就在这时，随行的盛念出声呼喊妈妈，清脆的童声打破了沉寂。顾潇看到孩子的瞬间，目光骤然定格，眼神中满是错愕与疑惑，立刻开口询问孩子的身份。盛之夏礼貌致歉，告知他这是自己的女儿盛念，今年3岁08个月。听到孩子的年龄，顾潇心中掀起滔天巨浪，他快速复盘5年的时间线，瞬间理清脉络，确认盛之夏从未再婚，这个孩子大概率就是自己当年未曾知晓的女儿。无尽的愧疚与自责涌上心头，他不敢想象盛之夏独自怀孕生子，抚养孩子的5年究竟经历了多少苦楚。懵懂的念念随口念到着想爷爷，想给爷爷打电话。天真的话语让盛之夏连忙温柔安抚，巧妙化解尴尬。短暂相处结束后，顾潇因临时失误匆匆离场。看着他陌生的背影，盛之夏心底莫名生出一股熟悉感，却始终无法将这位年轻尊贵的集团总裁与5年前牺牲的特战队长联系在一起。与此同时，一直觊觎顾家产业的顾家二房，得知 KA 集团总裁顾潇拒绝了海城所有企业的邀约，唯独答应出席顾家的家宴，瞬间狂喜不已。顾家二房父子笃定，只要拿下与 KA 集团的合作，就能彻底掌控顾家所有产业。二人私下嘲讽顾衍清一事，顾家长辈病重，如今顾家大权在握，拿捏孤身带娃的盛之夏易如反掌。顾家家宴之上，盛之夏如约赴宴，却惨遭二房众人当众刁难。二伯当众摆长辈架子，指责盛之夏架子太大，让一众长辈等候许久，训斥他身为寡妇更该懂得尊敬长辈，安分守己。性格刚正的盛之夏从不忍气吞声，当场回对二伯为老不尊，为长不慈，不值得自己尊敬。他直言，既然二房处处针对自己，这场家宴，这份亲戚关系大可一并断绝。随即准备带着孩子离场。盛之夏的当众反驳让二伯颜面尽失，他瞬间恼羞成怒，出言刻薄羞辱，嘲讽他没了丈夫依仗，还敢摆大少奶奶的架子，更是嚣张放话，只要自己拿下 KA 集团的合作，就立刻将盛之夏母女赶出顾家，让他们无家可归，逼迫他跪地求饶，仰人鼻息。争执混乱之际，顾家二房的儿子顾浩轩想要上前动手，却意外被人推倒受伤，现场瞬间一片慌乱。就在此时，顾潇突然现身，径直走到盛之夏身边默默撑腰。顾家二房众人见顾潇身份尊贵，态度瞬间谄媚讨好，可转头看到他站在盛之夏身侧，立刻心生恶意揣测，肆意造谣，嘲讽盛之夏守寡不久就耐不住寂寞，勾搭新靠山，还给死去的顾衍清戴了绿帽。众人自作聪明攀附顾潇，妄图凭借同性关系拉近交情，谋取合作机会。顾潇亲眼目睹盛之夏5年来在家中遭受的欺凌与羞辱，心中怒火与愧疚彻底翻涌，神色瞬间冰冷，对着一众谄媚小人冷冷吐出一个滚字，彻底击碎他们的妄想。随后他发现盛之夏脚部受伤，主动提出送他回家。盛之夏满心抵触，用力挣脱他的搀扶，不愿与之过多牵扯。顾潇的撑腰彻底激怒了顾家二房，众人妒恨交加，再也无法从盛之夏身上谋取利益，便将歹毒的心思打到了年幼的盛念身上。父子二人暗中密谋，只要除掉顾衍清唯一的血脉盛念，顾家产业便尽数归二房所有。随即立刻安排人手执行恶行。离开家宴后，顾潇主动向盛之夏道谢，感谢他方才未曾当众拆穿自己。随后他再度提起医院特效药的合作项目，询问他是否愿意接手临床试药工作。盛之夏淡然拒绝，直言院内还有很多优秀医生可以胜任，自己不愿和顾家二房扯上关联，放弃了这份救治女儿的机会。顾潇满心疑惑追问原因，二人尚未多说，盛之夏突然接到噩耗，女儿念念意外失踪。
巨大的恐慌瞬间笼罩了盛之夏，他心急如焚。顾潇见状，立刻放下所有私事，让盛之夏即刻上车，全力帮忙寻找孩子，将救人放在第一位。赶路途中，顾潇的助理随口提及外界流言，众人皆说盛之夏守寡5年，未曾再婚，女儿却只有3岁半，身世成谜，甚至有人揣测孩子是他的私生子，还提议彻查盛之夏的过往。顾潇当即厉声制止，态度坚定地表示，无论孩子身世如何，都与旁人无关。他心底清楚，是自己亏欠了盛之夏整整5年。很快，盛之夏在路上发现了顾浩轩的车辆，瞬间断定是顾家二房拐走了孩子。他立刻上前拦车，勒令对方停车。面对对方的拒不配合，顾潇果断驱车逼停车辆。被逼入绝境的顾浩轩丧心病狂，竟下令司机开车冲撞2人，想要强行逃离。危急关头，顾潇稳稳护住盛之夏，成功化解了致命危机。死里逃生的盛之夏惊魂未定，满心后怕的坦言，念念是他活下去唯一的寄托。如果孩子出事，他也无法独自存活。说完，他不顾一切冲上前与对方争执拉扯，想要夺回女儿。混乱的场面中，顾潇出手阻拦，对峙的习惯性动作让盛之夏倍感熟悉。这套下意识的动作处事习惯和5年前的顾衍清一模一样。盛之夏瞬间怔住，心底生出大胆的猜测，可看着眼前全然陌生的眉眼容貌，又不断自我否定，陷入深深的纠结与矛盾之中。混乱拉扯间，一枚护身符从顾潇身上掉落，被盛之夏一眼看到，这正是当年她亲手为丈夫顾衍清求取的贴身信物，独一无二。盛之夏立刻捡起护身符，情绪激动地质问顾潇，为何会持有这件物品，逼迫他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以及刻意接近他们母女的目的。顾潇见状心头一紧，陷入两难。此时闵无命的残余势力尚未彻底清除，卧底暗藏暗处，一旦身份暴露，盛之夏母女必将遭遇致命报复。为守护挚爱，她只能刻意伪装，谎称市面上护身符款式大多雷同，无法证明这是她丈夫的信物。盛之夏全然不信，明确告知她这枚护身符带有专属印记，独一无二，并且紧盯她慌乱躲闪的神情，戳穿她的心虚。顾潇无法辩驳，只能强行镇定，假意宽慰盛之夏放下过往，走出伤痛。随后顾潇温柔安抚崩溃的盛之夏，带着母女2人返回医院，细心安排念念做全身检查。可刚安顿好2人，紧急任务通知骤然传来，闵无命残余势力现身，抓捕行动即刻启动。顾潇满心愧疚，只能匆匆致歉离场，将车辆留给盛之夏，方便他照顾孩子就医。看着他仓促离去的背影，盛之夏心中的疑惑愈发深重，下定决心要查清顾潇身上的所有秘密。冷静过后，盛之夏开始梳理所有疑点。顾潇名校毕业，海外华裔的完美履历毫无破绽，却处处透着刻意虚假。他始终想不通，为何 KA 集团这样的国际顶尖企业会独独选择与自己所在的普通医院合作。恰逢此时，网上爆出重磅消息， KA 集团内部突发动荡，原董事长落马在逃，全程被网友直播播报。接连的变故让盛之夏彻底笃定，顾潇的身份绝不简单。为求证真相，盛之夏托付好友叶爽照看念念，独自顺着线索找到隐秘据点，撞见了正在搜寻物品的顾潇。顾潇的手下告知盛之夏，顾潇刚血战处理完残余势力，身上带伤，却执意冒雨折返，只为找回一件极其重要的贴身物品。盛之夏瞬间明白，他寻找的正是那枚掉落的护身符。盛之夏拿出护身符质问顾潇，既然视若无用，为何要带伤冒雨苦苦找寻？面对顾潇依旧刻意隐瞒、不肯坦诚的态度，盛之夏不再退让，直言自己可以通过技术查验护身符上的血迹，验证是否刻有顾衍清的名字。这句话彻底击溃了顾潇的伪装，让他瞬间慌乱失态。盛之夏顺势彻底拆穿他的所有谎言，告知他世间并无彻底抹去血迹的技术，而他所有的下意识反应、肢体习惯全都与顾衍清别无二致。他细数自己一次次给予的坦白机会，满心失望地表示，既然他执意不肯相认，便一辈子做高高在上的顾总。所有伪装彻底破碎，顾衍清终于卸下所有防备，满心愧疚地坦白一切。5年前的爆炸事故中，他侥幸存活，却严重毁容，容貌全改。这5年，他隐姓埋名潜伏卧底，不敢归来相认，既是自卑于残破陌生的容貌，也是害怕盛之夏无法接受黑暗危险的生活，无法接纳满身伤疤的自己。积攒5年的委屈与思念瞬间爆发。盛之夏含泪质问他，既然活着，为何5年杳无音信，从未归来？就在此时，顾衍清的队友打来电话，
道出了另一重真相：当年与顾衍清一同受伤的队员恢复记忆，众人这才知晓，顾衍清前妻因爆炸创伤失忆，完全遗忘了过往，这也是他5年未曾归来的核心原因。得知真相的顾衍清愈发愧疚，他深知失忆的真相会让盛之夏更加委屈怨恨。为了挽回这段感情，弥补亏欠，他暗中让队友配合自己，继续隐瞒部分真相，哪怕手段卑微，也想要留住挚爱。顾衍清紧紧抱住崩溃落泪的盛之夏，一遍遍诚恳道歉。看着年幼乖巧、酷似自己的女儿，他满心柔软与亏欠，承诺往后定会倾尽所有，细心呵护母女二人，弥补5年缺失的陪伴与守护。很快，队友再次来电告知任务圆满成功，上级为顾衍清申报通报嘉奖。顾衍清无暇顾及荣誉，急忙向队友透露，闵无命伏法前早已在他身边安插卧底，此人依旧暗藏暗处，威胁未除，拜托队友全力彻查。同时他恳请众人继续隐瞒失忆真相，让他慢慢弥补过错，求得盛之夏原谅。得知顾衍清刻意联合他人隐瞒真相，欺骗自己，盛之夏的委屈与愤怒彻底爆发。他细数自己5年的艰辛，独自赡养老人，抚养体弱女儿，日复一日应对顾家二房的明枪暗箭，常年承受无端羞辱与欺凌，熬过无数孤苦无依的时刻。他最心寒的不是5年空等，而是顾衍清从始至终不信他，试探他，刻意隐瞒真相，让他像个傻子一样痛苦了整整5年。盛之夏坦言，若当初他坦诚假死任务的真相，自己只会为他骄傲，全力等候，绝不会有半句怨言。顾衍清自知罪孽深重，任由盛之夏发泄所有情绪，甘愿被他打骂责罚，只求他能消气，不要彻底推开自己。心力交瘁的盛之夏不愿再多纠缠，狠心将他赶走。顾衍清没有强行纠缠，只默默承诺，定会拼尽全力弥补过错，挽回他和孩子。事后，亲友询问盛之夏是否执意注销顾衍清的户口，一旦销户，二人的婚姻关系将彻底解除。盛之夏内心无比纠结，5年的守寡煎熬让他疲惫不堪，可心底深处依旧放不下苦苦等待5年的爱人。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，年幼的念念坚定开口，直言爸爸没有死，昨天还拥抱过自己。众人皆以为是孩童梦话，唯有好友叶爽道出尘封的秘密。当年为保护念念，规避罪犯报复，顾衍清的战友特意将孩子的年龄改小1岁半。如今念念实际已经5岁，心智远超普通孩童，所言绝非虚话。真相彻底落地，盛之夏终于确认，自己等待5年的人真的回来了。顾衍清温柔牵起女儿的手，承诺带她买最喜欢的洋娃娃，弥补5年缺失的父爱。念念格外亲近顾衍清，黏在他身边撒娇卖萌，父女二人血脉相连的默契与亲密，真切动人。此时，常年守护母女二人的温楚辞现身，他是温氏集团总裁，也是念念的干爹。5年来一直默默帮盛之夏分担风雨，照料孩子。看到温楚辞与妻女亲密相处的模样，顾衍清醋意翻涌，直言对方是趁自己不在，刻意介入自己的家庭。温楚辞毫不退让，坦然表明自己是盛之夏的追求者，多年不离不弃。同时，他精准戳中顾衍清的软肋，嘲讽他始终不敢公开真实身份，无法给盛之夏母女光明正大的陪伴与安稳。受制于残余卧底隐患，顾衍清无法公开身份，只能隐忍不语，满心焦虑不安，生怕彻底失去挚爱。为庆祝念念康复出院，温楚辞预定了稀缺的顶级儿童主题餐厅，想要带母女二人好好团聚。顾衍清主动争取陪同机会，却被盛之夏委婉拒绝。盛之夏明确告知他，次日自己会先去注销户口，彻底了结过往的牵绊。顾衍清不愿放弃，直言念念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一家人团圆理所应当。温楚辞依旧坚定守护在盛之夏身边，为避免无谓争执，盛之夏让温楚辞先行离开，打算与顾衍清单独沟通。独处之时，顾衍清情绪彻底失控，强势拉住盛之夏，偏执的让他远离温楚辞，笃定他这辈子都是自己的妻子。他坦言，看到念念喊别人爸爸的那一刻，自己彻底崩溃，哪怕倾尽所有财富，付出一切代价，都要挽回他们母女。盛之夏格外冷静，直言幸福从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他缺席了自己最无助、最艰难的5年，这份空白与伤害永远无法弥补。他明确告知顾衍清，在自己的认知里，丈夫早已在5年前的任务中牺牲，过往种种早已物是人非。次日，原本约定同行的温楚辞意外迟到，他事后告知盛之夏，自己前往餐厅途中被人莫名套麻袋殴打重伤，对方还以温氏集团股价崩盘作为威胁，勒令他远离盛之夏。温父直言，整个海城
唯有 KA 集团总裁顾潇有这般权势与手段。得知真相的盛之夏彻底心寒，他清楚知晓是顾衍清因占有欲与醋意，无端迁怒，伤害无辜的温楚辞，偏执极端的行事风格，叠加5年的隐瞒与辜负，让盛之夏心中仅存的温情彻底消散，更加无法原谅顾衍清的所作所为。